大家好啊，我是优步。佛教徒，或者说一个学佛的人，往往会因为学佛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怪人。为什么呢？大部分的情况是我们对佛法、对佛教的行为规范或者礼仪做法不是很熟悉，所听到的呢，都是你现在学佛了，你不可以这样，你也不可以那样，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好像硬是要把一个人逼得就像木头、石头一样才好。我们要了解学佛是要学习佛陀的智慧。佛陀为什么强调要具备五明十德，要具备各式各样的条件呢？尤其以戒定慧来说，所谓的三无漏学、戒学、定学几乎没有方便可言。可是如果谈到慧学呢，几乎就都是善巧方便。唯有慧学里的善巧方便，才能够让我们面对人与事的时候懂得如何去沟通、去应对，怎么去处理。所以我们常说学佛是学智慧。如果我们把智慧当成佛教里的一些道理方法的话，就很难去表达。只有懂得法在哪里，我们才能表现智慧。因为很多学佛的人都把自己停滞在戒律的限制以及行为规范或者礼仪做法的要求上。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佛教徒就是讲究表象，在乎庄严这两个字。其实庄严在佛教里不是一个表象，它是从内心的修养而展现出来的端庄跟威严。如果我们不能把握这个重点，就会变成什么了呢？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人学着雕刻的或者是泥塑的佛像，举着手印在那里打坐时，那个人看起来蛮像那么一回事的。其实那只是个物质体，像木头、石头一样没有内涵。其次就关系到定的问题。很多人把定的功夫当成什么了呢？好像定就是不要动，如如不动，稳如泰山。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定是讲究不乱。什么时候不乱呢？就是当你面对人或者事儿的时刻，外缘可能引发你的身口意以及五蕴去起变化生作用的时候，你很容易会乱。那么我们修定的目的何在呢？就是当你面对会乱的时刻，要能做到不乱，那才是定。绝不是盘着腿干坐着，当成是不要动，好像如如不动，稳如泰山那样。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定是讲究不乱，而说到慧呢，其实它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因为慧是一种表现，从内到外都关系到慧的表现。其次是摄取。当外面的色尘缘境显现在你面前，你如何去面对呢？如果说你内在没有修养，就很容易为色尘缘境所影响，随着缘境而转。那么基本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问题就出在我们只对佛教有一些概念，但我们却对佛法很陌生。我们不要以为佛经里有很多的名相，佛经里有很多的文言文，我们照着那些念出来，认为这就是佛法了吗？比如说
提到布施，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要做什么样的功德，我要布施给谁，我要供养给谁。真正一个学佛法的人跟一个佛教徒是会有很大的差别的。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是学佛的人，当我们要去做供养的时刻，不会因为对方是大和尚或者是有名的法师，我们就供养的多；对方是比丘，我们就供养的多；对方是比丘尼，那么我们就供养的少。佛法的观点是以平等心去看待，但是佛教徒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了。佛教徒常常说，你布施的越多，你的功德就越大；你供养的越多，种的福田就越深厚。这就是佛教徒的口吻。相比之下，同样是学佛的人，佛法、佛教所表现的就有差别。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如果是一些比较迷信的人，当他们供养的时刻，很可能就会提出要求了。比如说，我这个供养是干什么用的？我是专门供养给哪位师傅的？我要做什么样的功德？等等等等，会提出很多的想法。有的佛教徒就会说，哎呀，你要供养要布施，就不要管那么多了，要晓得无相布施功德最大。这话呀，听起来好像都是佛法，其实只是佛教徒的口吻而已。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本身自己对佛法不了解，从听闻中去表现，告诉人家该如何，甚至还用一种教训人家的口吻，我们学佛的人就应该如何，不应该怎么样。其实这都是佛教徒的口吻。因为慧是以善巧方便来表现的，因为你面对的是人，而每个人的业力、根基、智慧都不相同，所以不可以全用一种模式去告诉对方，或者要求对方，甚至去教训对方。六波罗蜜头一个就讲布施。我们为什么要布施呢？是否布施的越多，功德就越大呢？如果你回答是，那么请你想一想，有钱人拿个10万、50万、100万的无所谓，那没有钱的人就不能布施了吗？经典上有一个小故事，说是在一个7月15的日子，节下安居结束，所有的信众们都来供养出家人，释迦牟尼佛也在场，人们都很欢喜，尽自己的所能行布施供养。而后人都走了，剩下一个小女孩。释迦牟尼佛问，人家都走了，你怎么还不走呢？小女孩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很想供养佛陀。佛陀说，好啊。小女孩说，我家里没有钱，我也没有钱。佛陀说，那么你想供养什么呢？小女孩说，我费了几天的功夫，在河床上捡了7颗洁白的石头，一点瑕疵都没有，我想用这个供养佛陀，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供养呢？我想大家也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一种供养呢？因为这件事释迦牟尼佛开示说，供养是要发自内在的一份虔诚心，而不是物质多少、钞票多少。如果说一般的老百姓供养个50块、100块的，有一点钱的供养个500、1000，更有钱的人供养100万、500万的，其实以功德而言，
是相同的，因为供养是以你个人能做到的条件而决定的，也就是你具备这种布施供养的条件，你奉献出来要看会不会造成伤害。如果会造成伤害，肯定的说，即使你布施供养的再多，都毫无功德可言。因为功德之形成是不允许有任何缺失的，所以如果你做了一份功德，却造成了一些伤害，那就是缺失，不是功德。一个学佛的人啊，从6波罗蜜中的布施波罗蜜，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佛教徒还是学佛的人。只不过大家先要了解啊，学佛的人也是佛教徒，可是佛教徒不一定是学佛的人，这一定要把握。常常有很多人啊，害怕到寺院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个人去还好一点，没有人跟他比。假使几个人一起去，就会在那里比较，我布施多少，供养多少，你假如供养500，那我就要拿出1000，好像要表现的比别人多一点。有些人的家庭的预算啊是有一定限制的，他只能做多少，如果非要跟人家比，最后啊就会造成伤害。这就是佛教徒跟学佛人不同之处。学佛人学智慧，是以慧学来看待人与事儿，如何能不造成伤害呢？这也是我们常说的道理，也就是说，布施要量力而行，不要造成伤害。经典上说啊，佛法在现实生活里，要从现实生活中去发现佛法，不是说佛经里就可以找得到佛法。不过佛经是学佛理解佛法的基础，我们很多人都说佛经太深了，看不懂，那是为什么呢？其实啊，是因为我们对佛教的一些东西很陌生，自己所具备的条件啊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我们怎么学佛呢？比如说佛教界常见的现象，有人问我一身都是病，中医西医都看了，还是治不好，怎么办呢？我们该如何帮助他呢？很多人会说，哎呀，你好好念佛，念佛可以消灭你的罪业，甚至就会提到念一句阿弥陀佛可以消灭恒河沙那么多的罪。听起来啊，好像蛮有道理的。如果念一句阿弥陀佛，像恒河沙里面的沙子那么多的罪业都可以消除的话，那我们学佛干什么呢？不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我要声明啊，我不是说念佛不好，一身都是病，西医也看了，中医也看了，还是不好。那么你有没有做过彻底的检查呢？中医只是从脉搏诊断，西医有各式各样的仪器可以检查，你有没有做过全面的检查呢？大部分人的想法是，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啊，我一天老忙了。那么你没有时间检查，怎么有时间生病呢？你没有时间去看病，居然有时间生病，这不是很矛盾吗？为什么世间对佛教有这么大的误会？一提到佛教，总是跟迷信挂钩，一说学佛，就好像遇到了什么人生大难，想不开了。这些大众
对佛教的误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佛教徒都是有责任的。佛法呀，如果只凭自己懂得的一些去开导是没有用的。现在很多佛教徒认为，就是说我都皈依三宝了，我都是佛陀的弟子了，我还在乎世俗人的看法干什么呢？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学佛不只是为自己呀，要为更多的众生。如果你对佛法很陌生，人家随便提出一个问题，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甚至还强调世间法都是不好的，佛法都是好的。那么如果人家再问你，佛法好在哪里呢？你会说，可以解脱啊，可以涅槃啊，可以了生脱死啊。那么至于是怎么可以的呢？我们需要拿什么去做筹码呢？我们就什么都讲不出来了。甚至有些人习气就上来了，就不欢喜起烦恼了。有的就会告诉人家说，你不要质疑佛陀啊，你怎么质疑佛陀呢？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种的给人感觉好像传销一样，进来后啊，需要万事小心，稍有不慎我们就下去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其实啊，我们佛教徒要想把佛法介绍出去，需要沟通。那么凭什么沟通呢？讲话的技巧啊很重要。佛法中最难的就是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要运用的好，本身具备的条件要够。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佛教有一个名词叫功德回向。有些佛教徒啊是这么解释的：你做功德后，如果你回向的话，你的功德就会变得更大。大家认为这就是功德回向了吗？那如果人家问你说，为什么做了功德回向之后会功德越来越大呢？有些人就会说，无相不施啊，不执着啊，好像都对，可是不够准确。功德啊，功是一种力量，德是一种修养。我们要把这种力量凭借着你的修养发挥到极致，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既得的利益与更多的人分享，这才是回向功德。如果说功德回向，要回向就是把你的功德做大，那么最后呢，人们就会执着于功德。然而四无量心，也就是慈悲喜舍的舍，就是要求我们要舍掉对功德心的这份执着。所以很多人不敢学佛，是害怕在寺院里面去比赛，有人出100，我就出200。还有的佛教徒啊，遇到了一些大法会，或者哪里要维修寺院，或者建设寺院，自己呢没有钱，唯恐啊到寺院以后没有面子，然后呢就去借钱，甚至去贷款。那么这些人，你有没有想过，你做这份功德就已经造成伤害了，你背的那些个债务就是一种烦恼啊，这种功德有什么用呢？功德啊，是尽自己的一份能力，要量力而行。就像我常说的那样，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使自己受到伤害。我们学佛啊，如果越学越平静，越学越安详，越学越快乐，那么这就表示你学对了。如果你在未学佛以前本来很好，可是学了佛以后反而不自在了，感觉被束缚起来了，那么就表示你学错了方向。我希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啊，可以内心充满善良，
在找到智慧之前呢，先去找到快乐；找到快乐之前呢，先找到自己。感恩大家，我是尤布。